俺媳妇儿这是拿我当傻子糊弄了吧？咋嘞？我结婚给她下6万6的彩礼，她却给我带回来一块破银元当陪嫁。我看你这个不是恭贺就是飞龙，这银元可不一般啊！搁平时没有几万块钱还真买不来。我先看看啥了吧。你少忽悠我，对银元不懂。我家里边都有2块，我看了一清二楚。这在过去都是1块钱。确实，在过去他们的面值啊，这都是1元，但是他们的存世量相差天壤之别啊！我看你这媳妇儿这个是原相恭贺，虽说评级啊没给分，但是这笔面状态确实漂亮。但是反观你这2块大小头，手相品相并不太好，价值的话相差也巨大。你先不要贬低我的姻缘，我告诉你我是一个2婚。本来我不想给俺媳妇拿彩礼来，他说准备买5金，不然不会给6万6。说实话，现在2婚并不比头婚省钱啊，因为年龄越大，考虑的事情也就越多。比如咱们当地的彩礼6万6，给你要的并不多，你就知足吧。至于为什么没有买5金，很有可能是现在的金价比较贵。反正我感觉啊，你这个恭贺不错。有啥不错的？这银元也就是20多颗银子。6万6，他准备当黄金过也不行啊！20多颗黄金也值不了那么多钱。20多颗黄金现在涨那么多，确实也就1-2万块钱吧。但是银元可不是按银价算的，你按银价算的话，20多颗银子也就100多块钱。就你这2块大小头，给你200-300的话，恐怕你也不卖吧？我肯定不卖啊！银子再便宜，我也不能200-300卖啊。那对，我的意思是，他这个银元，就只比我带的多了一个盒子。这哪是一个盒子的区别？PC 的盒子，就你这个恭贺而言，光评级费就得小千把了。你看人家恭贺这品相，和你这2块裸币，它就不在一个档次。你这小头说实话还好一点，这个大头它就伤痕累累了。同样是银子，他们3个的价格区别很大。我觉得区别不应该大。我好像听我岳父说是抵账抵过来了。我岳父拿我的钱花，你看是不是能值多少？无论那岳父是哪来的，首先这个恭贺真假是完全没啥问题。你现在无论在哪，这个恭贺它都有一定的价格，因为原样恭贺它是军阀币，首先它这个存世量比较少，它不像这种大小头，一下子发行几亿枚，对吧？所以说他们的面值都是1元，但是像你这种军阀币在过去能接触到的人并不多，所以平时在市面上很难遇到这种军阀币。如果换作是一块飞龙的话，也就是后边不带恭贺，就更贵了。皮克你看给的是 XF97，XF 就是流通过的美品，97就代表笔面有褒奖。因为原样恭贺发行量并不大，所以你细看它这笔面都是全身的，笔面除了带点原味的褒奖之外，我看不到有任何缺点。毫不夸张的给你估价的话，目前市场价应该在10万左右，一块10来万。对，这价格确实挺让我意外的，500件就行啊。没想到10来年没打定银元的价格，我这2块钱也能值几万个一个。飞呀！你这俩大小头，就刚才我说了，和你这个原样恭贺区别巨大，因为你这大小头太常见了，大头品相你可以看一下伤痕累累，小头还稍微好一些，笔面带光，你看还是一块出头元，2块大概价值也就1000多块钱的样子吧。你这价钱也太保守了吧？应该是你看我不太懂。没有1000多块钱，我肯定是不卖。我媳妇这块银元，超出了我的预想。超出你的预想就对了。你像我们普通人对常见的银元行情都不懂，更别说这种军阀币了。本身平时也不常见，自然对这个恭贺的价格懂的也不多。这个恭贺不错，拿这个当嫁妆太有意义了，随时急用钱可以变现，越放以后越有惊喜。那应该是我看吃眼了。我还趁着俺媳妇没回来我赶紧拿回去。对，谢谢你啊，老板。没事啊。这夏天马上都来了，我准备用那个银元干娘家妈加工一只银手镯的。没想到俺婆婆骂我傻。那你用银元加工银手镯，我觉得你这事办了也不太聪明。况且你这也不是一般的银元，这好歹是一块招币中长，这回来太可以了。
这有啥好可惜的？放家里面起不到什么作用。那是拿这个去加工银肉镯，还能帮我省钱嘞。省钱还真谈不上，现在一只银肉镯恐怕还没你付了工钱贵了。我看你这个照壁中长，这壁面还是挺干净的，没戳没伤，也是一个好价钱啊。虽然说暂时放在家里边没用，但是你这也不至于把它毁了去加工银肉镯吧？我只是有这个打算，具体要付多少工钱还不知道。反正俺妈都说了，这过去的银子比较纯，加工手镯戴上好。那过去的银元含银量其实并不纯，戴上好不好，恁妈应该是道听途说。像这种银元啊，含银量是9银1铜，加工出来的手镯是又硬又不白，你戴在手上既硌手又发黑。最主要还是用银元加工银手镯，它这个经济上不划算。我劝你啊，最好还是打消这个念头。你跟俺妈说的正好相反，俺妈说这种戴龙的比较吉利，国际人都说龙凤呈祥，她就是想戴银手镯。那你想戴银手镯，那你就给她买一只就行了，又花不了几个钱。如果非得逼着你去毁坏这个赵忠的话，那多少有点看热闹不嫌事大了。你想想，我们普通人家能够完好的放一块100多年前的银元，这可是正儿八经的传家宝，你这毁了多可惜啊！我想不通有啥可惜嘞，加工成银手镯，俺妈戴了又没有外人，我婆婆净是多此一举，针对我。我觉得那婆婆也没针对你。你说现在谁会和钱过不去了？那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它都不是问题。恁妈也就是想带一只免费的手镯，对吧？恁婆婆不让你毁坏银元，是在帮你守财。恁俩相互理解一下都齐了。我理解啥呀？就这么一点银子，我连一个决定权都没有。这传出去不让人家笑话我，银子便宜的不得了。那现实中卖的银子确实是便宜，所以你给恁妈这个买一只手镯也花不了几个钱。但是银元可不只是银子这么简单啊，因为它这个含银量是9银1铜，你要按银价算，那确实是不值啥钱。但是在过去啊，银元固定也就发行了那么多，你加上汇入重铸嘞，中间又有炼银子嘞，它这个存世量啊肯定是越来越少。而你这个是正八经光绪年间发行的，目前排在龙阳3000个之首。我们普通老百姓家里边最贵的银元其实就是它。所以刚才你上来你说这个加工银手镯，我都很诧异。哎，你这个赵忠很明显是无商无戳了嘛，你拿去加工手镯，只能说啊，你对银元你不懂。就你这个品相，你看壁面带钱包浆，尤其是它这个龙鳞又这么完整，虽说内齿啊这有一丢丢磨边，这说句不好听的，就给你按通货来看吧，对吧？就你这个状态，轻轻松松卖个1万把块钱没商量。1万，对啊，我的妈呀！这1万块钱的话，别说买银手镯了，你都是买个金手镯，那10几克空心的也够了吧？那差不多。那现在黄金都给你按600一克，那你绝对买个15克左右的这个空心金手镯了。我感觉啊，比你去加工银手镯强。你想想，你去加工银手镯，你还得给人家工费，而且手镯你也戴不成。这嘞，金手镯自己也戴了，你另外剩的钱，你还可以给他妈买一个新款，2全其美，他还比较开心。你说的对，这叫一举两得。对对对。刚开始我始终以为银子不值钱，那是谁能想到这个银元会这么贵呀？那你说1000到1万，主要还是因为你不懂。银元主要是看它的品相和版类。你像普通的袁大头，它现在都上千了。而这种龙样常见的得几千，所以存世量越少也就越贵。但是你用火一烧坏之后啊，一加工手镯，其实它就是一堆废银子，分文不值了。谢谢你，幸亏我这没回，不然金手镯都戴不上了。这东西给你了，我等会儿带着俺妈去选手镯去。行，好嘞，好嘞。俺媳妇儿有一块嫁妆银元，俺朋友啊想3000块钱买走，这几天啊天天撵着我，叫我卖给他，你帮我看看这亏不亏啊？一般媳妇儿的嫁妆银元啊，可不能轻易变现，在变现之前，最好是征求一下咱媳妇儿的意见。我先看看是啥样的意见。那肯定不管征求他的意见啊。估计要是征求他的意见呗，啥都卖不成。他的东西啊都宝贝的不得了，我肯定不管给他说啊。哎呀，你这是一块带分的北洋龙，如果是一块没斑了啊，也就大几千。但是我细看的话，还是一块艺术字，卷山骑士啊。啥家伙艺术组织？啥家伙卷山，啥家伙石山？我啥也不懂。我看人家一块北洋龙呗，市场价不都是3000块钱左右吗？那普通的北洋大概市场价确实在3000左右的样子。但是像你这种不懂行的呀，也能说出来一个大概。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你这个卷山棋子艺术字啊，它和普通的北洋龙不同的地方就是34这俩阿拉伯数字书写的方式不一样。有啥不一样的？我真没看出来啊。反正我对银元不太懂。俺朋友啊
比较懂。哦，但是他没跟我说啊。哎呀，没告诉你太正常了。你这个朋友我感觉不太地道，明明他懂音乐，拿这种艺术字给你开出来普通的价格，他这种行为啊是想捡你的漏。你今天幸亏是拿过来我们家，不然啊，那媳妇儿非得让你跪搓一板不得。没你说的那夸张吧？俺朋友这个人也是非常不错的。哦，这几天都请我吃几顿饭了。哦，我都是他掏了钱。我都没掏过钱。那吃几顿饭也花不了多少钱，连续几顿不让你付钱，这说明啊有求于你，有可能啊他想买你这块姻缘。你想想，50献殷勤，请你吃饭肯定里边有事啊。再说所谓的酒肉朋友都不靠谱，你想想在一起吃吃喝喝，不照顾你姻缘的市场价，想低价买走，你说这算啥回事？你也不用封这朋友。我觉得呀，他这个人为人不错，除非你能把这个豆腐渣夸成一朵花。你这绝对不是什么豆腐渣，你主要是对姻缘不懂罢了。其实啊，家里边能有一块北洋龙已经很不错了。通过恁媳妇儿这个嫁妆来看，恁媳妇儿这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你细看啊，他这个3和4，细看3和4，它就不是正常的阿拉伯数字。3卷起来，你看就像耳朵一样；4它就像一面旗子一样。因为卷山骑士这个班发行的比较少，所以它这个班啊，整体都是全身打的居多。细看你这个可谓是全内齿、全龙鳞，包括背面都是全字口，背面包浆，你看多少带点彩，不然皮盒啊也不会给到你35分。你可不要小看这个35分，基本上皮盒能给到分，这价格啊一般都非常美丽啊。我就这样跟你说吧，就目前你这个卷山骑士状态来话呢，我感觉啊在2万左右吧。啥东西啊？2万块钱一个？对，俺朋友只给我3000啊。这也太欺负人了吧？所以这不是叫我当冤大头发了吗？刚才我就说你这个朋友不太地道，这明明一个好版卷山骑士，非得给你估出来一个普通北洋龙的价格。这几天天天请你吃饭，目的啊就是为了捡你这个漏。哎，不过你这幸亏也没卖过的，不然啊你这真出啥事不？哎，可被你说着了。俺家的那脾气啊可厉害了。对，平时那零花钱管的都可严。这东西要是卖钱卖的亏了，那我回家绝对得跪搓一板。跪搓一板是小事儿，主要是你便宜卖出去啊，恁朋友再倒给别人的话，你掏钱想买你都买不回来了。再说恁媳妇儿的嫁妆，它相当于是娘家人的一份依托，不到关键时刻绝对不能轻易卖了。我建议你啊，还是赶紧给恁媳妇儿拿回去，别再想再卖的那个念头了。你说的对，你说的对，这幸亏是没卖，不然啊，真的都得出大问题。谢谢你了，老板。没事。俺家祖传4代人的姻缘。哦，这整整8000块，你看能给多少万？这个数量确实是不少，但是我看这都是20文的铜板啊，这可不是啥姻缘。如果有8000块的话，这也不少卖钱啊。你刚才说这不是姻缘，对，是不是光线不好呀？这老姻缘老包浆。光线很好，确实是老包浆。基本上你这都是属于铝坑生锈包浆，反正就是锈比较大。一般这种铜板啊，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就是放的时候受潮了。我看得很清楚，大小这都是清一色的20文铜板。我给你再纠正一下，这不是铜板。俺爷说的这都是姻缘。虽然说你是专家，这一点我再给你纠正清楚。那爷爷当时说的时候，你可能没听清楚。铜板在过去被称为铜元和银元啊一字之差，但是价格差异很大，因为它们的材质啊和明显不一样，一个是银，一个是铜，从这个颜色上就非常好区分。俺爷说姻缘里边含那个铜，时间长了生绿釉太正常了，这些绿釉就这样来的。你不能动不动就是恁爷说，恁爷是吧？他懂的，他不一定就是对的。虽然说你这些铜板绿釉比较厚，但是背面的颜色，这还是能看清楚的。这很明显，这就是铜的。咱俩不讨论这个问题了。这姻缘是30年前我分家分的，那时候俺家是万元户，俺哥分出1万块钱，我就分8000块这个。说实话，90年代时候啊，万元户那时候的1万块钱，它的购买力还是很强大的，而且那时候铜板都没有价格，基本上那时候铜板，也都是随铜的价格。你那时候选1万块钱的话，要比这个铜板强多了。咱俩想的正好相反。搁那1万块钱买摩托买电视，几个月都白光了。我这姻缘一直放到现在，准备养老嘞。我这挺佩服你的想法的。虽然说铜板现在卖不了几个钱，但是你这8000多的数量，
我想全部变现的话，也足够你开销好几年了。你这老板啥意思？动不动都说我的银元是铜板，你痛快点给我个价吧。你这确实不是银元，如果是银元的话，我都不给你乱报了。首先啊，银元它必须得是银的，银子它是白的，时间长了虽然说会生铝锈，但底板啊它不是啥的。而你这一堆啊，很明显这都是清一色的铜的。再说银元个头比你这个大，你这一看就是20文的铜板，20文的铜板比中元小一点，薄一点。首先它们的购买力区别很大，在过去比市面上1000文铜板才能兑换1块冤大头，也就是说50个你这种啊才能兑换1块冤大头。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1斤铜换7000银子，就是按斤称的。但是现在的银元比较贵，而这种铜板量比较大，价格一直没涨上去，相对来说非常便宜。加上你这种20文的没有价格优势，那是因为过去的20文和现在的2角银行一样，在市面上就是大家就是经常用的钱，所以品相来说流通的时间长比较长，然后品相各方面都不太好，加上龙旗比例明显不行，民国双旗比龙板多，所以按斤你这些状态而言，现在市场价大概7块钱一个。7块钱一个，你别胡扯了，银子一颗现在都10来块了，你给的价格太低了吧？我看从开始到现在，咱俩都不在一个频道上。我说这是铜板，你非得说是银元。咱说句不好听的，如果真是银元的话，你这8000个的话，还真不少卖，就是卖破烂也得卖个几十万。你终于说实话了，我本来都打算卖破烂的，我想卖个几十万养老的，你给我7块钱一个，这够干啥的呀？铜板市场也就是7块钱一个，你主要是你搞不清楚材质，这个一味的咬定是银元，你这是属于放了30年也没发现这个问题啊！我建议你啊，随便拿几个，你多去实体店打听行情，先学会研究，认识究竟是银元还是铜板，对吧？到时候再卖。我谁也不问，俺家里边传下来的，我说啥他说啥。那好吧，那你再找其他人买吧，这东西我要不了。啥东西啊？拿出来看看呗。我这是宝贝呀！啥宝贝啊？抽出来好多年都没有拿出来看过了，你看。啊，好多年了。啊，这个你看。啊，银元，这是过去的银元。还有啊，不止1块啊。啊，还有好多。这你的意思是看真假是吧？哎。这看着不假，大开门的东西，真的，这过去的银元。你看咋个7000花？咋个？你这个东西咋说呢？你的意思现在比较常见啊？现在有很多人他家都有这个。我们那条村可能是没有了，只有我有，我们家有。啊，你们家有？啊。你的意思说的很宝贝。那应该是当宝贝用了。那你准备想干啥？我最近想买辆车。啊，买辆车，缺钱了。对。买辆车，这买不了车，这是银的。买不了车，这个几十年的东西了。几十年的东西也买不了车。管估个价呗。他这个是3年了，看到没有？这是3年了，很一般。估价的话，你一个车轱辘子都买不着，车轱辘都买不着。啊？那我的梦想不破了吗？那你本身都是这个东西咋说嘞？以前很常见，现在咋说嘞？现在有很多。已经有人出我10来万了。10来万那都骗人嘞！10来万哪有10来万？不可能的事儿。我跟你说，有的他是咋回事吧？他是有的他专门挣你的那个鉴定费。哦。啊，知道吧？鉴定费就是要你的鉴定费。其实他值不了那么多，咋还值那么多呀？那你说能值多少钱呢？这个东西咋说呀？刚才没跟你说吗？车轱辘人都换不了。这个东西很常见，真的，看着不假。你要是用它买车，我跟你说，差得太远了。差得太远了。对，你算我给你算一下，用它买车的话，你带多少块？我估计你带100块。100块？对，100块这样了才买一辆车。啊，对吧？那我看看，我再掂量。那你再掂量吧。啊。你好，过来，老板。老板。想弄点啥嘞？咱收黄金不收啊？收啊。我想买一批黄金。好，拿出来瞅瞅。哟，这可不是黄金啊！这银的吧？是不是银的？你不知道吗？我看着像。看着像。
这我看着是只能呵呵啊。这黄金，这可不是黄金啊！这我都不拆开，我都知道这不是黄金。这不黄金这是啥？你开玩笑啊？啊，这个是耳钉，这个是黄金。我等一会儿给你称一下。又一对耳钉。开玩笑，这明显的有区别啊！这个是黄金，这个不是黄金。长不一样。哦，大金链子。又一个条金链子，这还有多少啊？还有一根。哦，你都拿出来，我看看。哎，咱的一些东西啊，这搁哪弄来着？搁哪弄的？嗯。俺妈。嗯。是环卫工。哦，等于说是扫大街的。啊，环卫工。是收拾那垃圾弄出来的。收拾垃圾，搁垃圾堆里扒出来了。你想着这都是黄金？咋叫我想着本来都是黄金。哦，本来都是黄金，这一个我看着像黄金。你给我称称。啊，我给你称称，稍等一下。这都扁了，裁扁了，应该是。就这一个是黄金。啥都这一个是黄金？你开玩笑。这是铜的，这明显不一样。我给你称称吧，好吧？给你称称重量。你看这个1克25，你看你这一对吧，0.5，一般大的东西。这是空的，都2层薄片儿，那比那轻，很正常。这个不给你抬杠，这是铜的，一看到是铜的，你看这都露底色了，有的。你看这黄金没有那粗糙，这还不是银的呀，这是有可能是那种锌，清浅的很。这也不是银子，银子不是这样的，这也清洁。这你烧了呗，搁家来。我不是经常看你视频，不是说，黄金用火烧不化吗？我搁家用打火机烧的。用打火机燎燎，烤黑了。对，那是烧不化。那都是烧不化，但是它烧脱色了，你看它烧黑了。黄金是越烧越黄，听声音都听出来了，这假的，这都是全是假的，就这一个小耳钉似的，就这1克多的黄金。对，你这拿过来一堆，也就那样。这都是假的吗？那这都不真，这是你想说这是大银镯子是吧？对呀。好家伙嘞！那不就是银镯子吗？那是银镯子，这个是银镯子，这个是银镯子对的。对，这个黄金耳钉也是对的，这些都不对，这些都掉色了，这不叫掉色，这叫氧化。啊，氧化了。对，黄金氧化，这不是你的视频说的吗？对，就那么多是真的，其他氧化都很正常。对，这都是假的，拿回去吧。你这老板，我看你也不是全懂啊。啊，啥意思？哎，你说的不对。你的意思这都是黄金？那肯定了，都是银子，正儿八经的黄金白银。再见。啊，好吧。来，都搁这屋来嘞。啊。进来看看。都是啥东西啊？你看看这啥？哦，全是铜板。都是好东西。哦，咋弄那么多铜板啊？我不是干那种收破烂生意了吗？哦，来，我戴个手套。手套啊，被手弄脏了。看看吧。不少了。一共8000多个，160斤嘞，都说过了。哦，这是等于说是在哪弄来着？这是我干收破烂生意的，然后当破烂收回来了。等于说是当铜嘛，按铜的价格收回来了。哦，1块钱一个。1块钱一个。这是属于20文的铜板。这全部都是吗？都是嘞，这一箱子。看到了。还有这里面，对，这儿太沉了，我要分开装了，你知道吧？我抱不动。一兜的要。看到了。装过来了。哦，这里边也都是。都是，全是。这160斤，带几袋子来的。那是了。这东西搁一块好像是8000块钱。8000块钱。对，160斤，20文的铜板是一斤是50个。50个，那正好是8000个左右。对，是按8000个收来，然后
让你来这母你看看，这到底200多钱一个。那你这1块钱一个收来了，确实赚大了。说实话，上这铜板，你都是现在你都是随便几块钱卖，最低得5块钱一个。5块钱一个。对。那5块钱，我这8000个都多少钱来？这是你的秤是吧？啊，这是我的秤，我也不放心，我这不是体重秤吗？我称称。不显示这秤，太轻了。显示。这有时候秤不灵活。是。显示，你看看，这有多少？行。咱等一下。对，这个都8斤多了，你看。4公斤。哎，对，8斤多了。那是。啊，这里边还都是呢。这还多嘞。那确实不少。全是，我看看上面还有带龙的，这个我不认识啥的。带龙带气。啊，那是气啊。对，气和龙。那你反正这个东西20文的是气多龙少，你看这个都是带龙。是，咱现在大清银币。对，大清铜币。铜币嘛，我也没看清，反正这都是铜的。哇，都生锈了还。本来我想5毛钱给他弄来嘞，他不愿意卖。非得说你要那个钱收着，说1块钱一个。我想这1块钱一个，我到底是赚来还赔来？那你这1块钱一个，最低现在是5块，你算算，8000个584万。584万，那除去我的那个本年嘞，那你赚3万多块钱。真正3万多块钱吗？对。3万多块钱。他跟我说的，你买了都不会赔，跟我说的。那你这个东西确实一眼开门的老东西，这都是。那你现在你要是出的话，都最低5块钱一个。你要是出不出？出的话，我现在光给你称一下。那出来给家里没啥用。好。称那个啥？那行，那就挨个称称吧。挨个称称。称一下，这刚才称的是4斤是吧？4公斤。不是，可能太轻，不太显示。这个4公斤，20斤。对，20斤。这我都称过了，都够。啊，都称过了。哎，一共160多点还。160公斤。哎呀，这个重。这个重。哎，47公斤，34斤。34斤，这都20斤50多斤了，这一箱子更重。来，这一箱子有50斤左右。哎呀，看一下，是了，50斤。对。那有，你这确实有100多斤。这一箱子也是有40-50斤。那确实。那多了。算上多了。你看出的话，5块钱一个给你收完了。走。好吧。走。这个要给我收完了，这个都不用收了，赶紧吃饭上。好。叔叔，俺同学送给我一根黄金香蕉，你看这是不是金的？能值多少钱？我想问一下小朋友，你这上几年级了呀？3年级。3年级的话，应该多少懂一点事儿了，绝对不会拿家里的黄金啊随便送人的。你这个造型的话，确实是一根香蕉，这我拖着重量啊，这不像黄金，因为黄金的密度比较重，一般真像那么大个的话啊，差不多得有几斤重的。我看你这个也不像黄金，所以也卖不上什么钱。叔叔，您可看好了，这香蕉我经常吃，这颜色我也没见过。说实话，今天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种颜色的香蕉，我可以确定的，它不是黄金，外面这更像是刷了一层漆。从造型上看，就是一根香蕉。你同学送给你的时候，他是咋说的？是让你玩的，还是让你吃的？他说这个东西是从哪里弄的呀？这香蕉是他家供台上的，他趁他奶奶不注意，直接拿起来。他说我们俩是好哥们儿，这是我分给你吃。你们俩是好哥们儿，拿给你吃的，这说明你们俩感情好。一般感情不好的话，别说给你吃的，有时候就懒得搭理你。我跟你说一下什么是供台。一般家里有信仰的老人，在家里面都会摆个供台。如果有什么好吃的话，首先把它们摆到那个供台上。而你拿的这根香蕉啊，就是供台上的贡品。我拿回家，我妈说这是黄金嘞，黄金值钱，必然返给人家。你妈说的很对，无论是不是黄金啊，咱都不能随便要人家的东西。如果这个香蕉真是黄金的话，这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东西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你万一搁路上给人家弄丢了，
那爸爸妈妈还得拿真金白银，拿那个白花花的钞票，赔给人家。照你这样说的话，我不要了，这香蕉先放在你这，叫我同学拿走。哦，你先不要害怕，我刚才只是给你打了一个比方，说如果香蕉是金的啊，给人家弄丢了才赔人家钱，你放我这里不行，你同学我也不认识，况且这根香蕉啊，它也不是金的，这有很多疑点。第一个，它这个比重不对；第二个，你看外面刷的漆，吃肯定是没法吃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你还带到那个学校，还还给你同学。你明明说这很值钱，是黄金，怎么又不值钱了？这好好的香蕉为什么刷漆嘞？你问这个问题可算是问着人了。基本上家里摆贡品呢，都有一种说法，通常都是摆一些稍微值钱的。过去案台上喜欢放一些鎏金，就是显得好看又有排面。而现代的这个供台上，你摆一些真金白银上去啊，很容易被人家惦记，被人偷走，天天还得操他的心，所以后来都摆一些仿真的。而你同学的这个香蕉啊，就是外面刷了一层金漆，我想大概就是这个目的。你能不能听懂啊？我没听懂，我现在该咋办啊？是返给他还是咋弄啊？哎呀，没听懂没关系，这个香蕉不管是不是真的啊，你都还还给你同学。你这样告诉他，你说感谢他的一番好意，说无功不受禄，把香蕉还还给他奶奶，拿回家还放到那个供台上，这黄澄澄的，对吧？挺好看的，吃了也挺可惜的，你直接还给他就行了，好吧？好吧，谢谢叔叔。老板，来下你的，我来30人民这，你先让你开开眼。确实有40-50斤。是俺家多着嘞，俺家得有300-400斤了。300-400斤？对，这个都过来让你长长见识。好家伙嘞，让我长长见识。哎呀，你这是准备那啥过来？准备叫你看看，叫你长长见识。这二都是想卖了它，买套房，叫老公长长见识。这个都是20文嘞弄气，这看个样子这都洗过了呀，这你在家里洗了啊？这都是原来搁弄下来的老东西，估计可能是俺爸妈洗了吧，我不知道，我也不太懂，平常没有关注过这些东西。20文嘞弄和气，还挺不少嘞。差不多。哎呀，有40斤，有。40斤的话，因为这20文的铜器的话，40斤最低的2000个，2000个朝上。看看这一袋子吧，我能不能倒出来？可以，没事。可以啊，随便看。哦，这一袋子都是日本钱了。看来这东西在恁家，这过去恁家也祖上也是做外贸了吧？这我不太知道，啥钱都有。我也没有问过，但是俺家这因为可多，从小都是见怪不怪的，我也没有问这咋来的，反正都一直都在家里搁着了。哦，挺多了，确实挺多。这只是拿出来一部分。对，这都一点点儿，这不是我拎着太沉了，我都往上拎，随便拎了点儿。这个马上要结婚了，希望见老公长长见识，未来老公叫他长长见识，看看俺家的实力，想叫这卖了买套房，叫他看看。叫这卖了准备买房，让恁老公见识见识你们家的实力。对，确实你们家实力确实不小。别以后结老公了，以后看不起我、欺负我怎么办啊？我明白了，总共就那么多东西是吧？就这么多品类是这意思吧？还有好几十种呢，我都没有拿过来玩，我就今个就拿了这几种，先让你看看。这东西都没问题，都是一眼开门，包括这半眼龙，这有10来块半眼龙，然后我看这是10文的龙和旗。哎呀，你这品类确实多，东西都没问题。你看这10文的龙旗，品相还都不错。咋说嘞？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就是你想买房，靠这些东西想买房，我感觉很难。像这些，尤其是这日本钱，知道吧？这种钱啊太多了，而且现在咋说只能按斤算。买不了吗？便宜，这一个才花2块钱左右，2-3块钱左右，你算算这大概也有1000多个，才几千块钱。包括这个铜板的话，40斤都按2000个算的话，对吧？你这也都1万把块钱，这全部所有东西也就1万多点儿。
那没事，那有多少都先卖了，俺家还有嘞。啊，家里边还有。对，多啊，别的事儿，我跟你说，几百斤那都是保守估计，我都是就是凭感觉。哦。具体可能性更多。那是你回去啊，我建议你找一下那种稍微大个一点的医院，大个一点带笼子，那稍微值点钱。就是像袁大总那么大那种大小了是吧？哎，对，如果说你家里边有300-400斤铜板的话，说实话。也能卖点钱，但是没有银元卖钱多。啊，你说的那我不懂，但是我见了也不多。那等下一回吧，等下一回我拿过来。那可以，咱能这些我先给你算算。中，你算算吧，算算卖了吧，一会儿我再颠回去还太沉。那确实来回挺麻烦的。对，太麻烦了，卖了吧。啊，就是我给你简单的粗略的估计一下，可能也就1万多块钱。没事儿，没事儿。啊，这我跟你说，这你让恁男朋友看咱家的实力。反正有点弄那了，有点小气了啊。没事没事，俺家还多着呢。反正这个实力是一定得让他见过。好。这坛子咱可不要啊。坛子你不要，这坛子正好往这摆之前，你咋不要坛子？不要。你不要我塞了，你不要。哎，别塞，你最好它这个物件留着呗，把腌个蒜弄个啥东西。咦，早都不腌蒜了，主要里面有一块宝贝，你知道吧？你看见没有？这个二爷从美国打电话跟俺说，他老这样一块。宝贝叫我来找了，我看都给他谈里头嘞。哦，拿来。哎，对，他说这一块是金币，要不是哎对，要不是俺儿结婚，我都不准备拿出来。你看，咦，好家伙嘞，还真是黄烂烂的嘞。是的吧？那二爷给你留下来了。对呀，二爷跟美国的打电话跟我说来着。在美国。对。遥控指挥说有一块金币。对，就他老这儿，你看。他说能值多少钱吗？他说能值多少钱？能值个几十万，够俺买房子嘞。好，那我得仔细看看您这块银元。没想到这个奉天龟毛啊会造金币，因为奉天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辽宁，在清朝那可是龙兴之地，也就是皇帝的老家。我们经常听到了一句话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的。这个经常跟电视上经常听说。对，这个奉天就是你银元上面的这个奉天是一个地方，因为奉天这个地方基本上也算是封闭起来了吧。当时的经济并不是太好，大多当地的老百姓啊，用的最多的是铜板、银号。当时奉天集义局成立的时候，做了一部分无纪年的奉天医院和这个有纪年的医院，这块就是属于有纪年。你看奉天龟毛啊，就是1903年，当时一批也就做出来很少一部分，能拿出手的也就那么几十块。现在皮盒有分的呀，可能也就几块而已。最近一次拍卖会上，奉天龟毛1两拍到了3000多万的价格。那龟毛？对啊，这个价格就足以说明这个奉天龟毛这个系列啊，在银元界里才真正的是扛把子。因为奉天龟毛啊是玩银元的最高境界，我对它也颇有研究。除了这个无纪年发行的1元、中元，包括2角、1角之外，这个有纪年就发行了2个版本啊，一个是片状龙和点状龙，就是龙鳞这里有文章，而我手里拿来的这个是片状龙。你看它的这个龙鳞一片一片的，包括上面的这个英文字母，还有这个生字，包括这个鬼字，和那个点状龙有很大区别。因为这个奉天龟毛银元啊比较贵重，我们有很多人啊甚至一辈子都不可能见到真币，所以也没有办法拿到实物给你来做对比。而你拿出来的这枚呢比较特殊，说它是金币吧，它又不是黄金。大家都知道这个黄金啊它不会氧化，反而仔细看啊，你这个壁面你仔细看看，有很多地方都已经脱色了。这放了时间长了啊，你就是放了再时间长，黄金它也不会氧化。说它是铜板吧，你看它上面写着有库平7002分。为什么说它是铜板呢？说实话，它的这个颜色接近当时奉天龟毛发行的那个实纹的铜板。你可不要小看那个奉天龟毛的那个铜板，当时只铸造了一部分，存世量极少。一个小小的铜板现在最低也能卖到1万多，有的甚至能卖10几万，就一个铜板。哎，你想想吧，那我这金币更值钱，比铜板值钱多了。二爷不会骗我嘞。那对啊，那说明那二爷对你好。如果是金币，那肯定是比铜板要少之又少，应该是属于10铢币范围了。咋说啊？反正是比较稀少吧，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就比较尴尬了。你看做出来的是银元的模样，材质不是黄金，又不是最不起眼的铜板，只能说它是生不逢时。
恁二爷虽然说人在美国，对，他但就是钱了很，他不给我留家来的。但是给你们留下了一块东西啊，我感觉这地摊上到处都是。你说着我不信。你要不你再给他打一个原样电话，给他确认一下。你要不你还给他放进来，这俺要不了。那你要不了，我还给打电话问他。那你再打电话问他吧。大家好，最近有朋友给我留言，让我来讲一讲70、80年代的手表收藏市场的价值。在收藏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提起过去那个年代的3转1响4大件，排在第1位的就是手表。那个时候的手表都是按票供应的，能戴上一块手表倍儿有面子。现在我们走在大街上，能看到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老大妈，他们手臂上有的没有首饰，手表绝对会有一块的，因为他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佼佼者。随着时光的流逝，曾经很难买到的手表，现在满大街卖的都是。但是以前生产的那些老51、东风表，现在都成了稀罕物。在收藏市场上，物以稀为贵，所以像70、80年代的手表收藏很是火热。在很多收藏者的心中，这块手表也是以前那个年代的生活记忆。所以以前70、80年代的手表，现在收藏价值还是很高的。当然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收藏手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各种手表厂的试制品，由于是试制品，数量很少，在收藏市场就显得特别宝贵了。还有就是各个老牌子第一批次生产的手表，最主要就是存世量少，深受收藏者的喜爱。还有就是军用表，在那个年代，军表属于专供、特供，质量好，性能优越，精密度高，这个也一直是收藏者梦寐以求的手表。当然，我们有很多朋友的家里老一辈儿戴的以前的手表也很宝贵，千万不要因为年久失修而扔掉。我还是建议大家好好的保存起来，在不久的将来绝对会让您感受到收藏的魅力。好，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里。喜欢老韩大哥视频的朋友记得加一下关注，有什么关于收藏方面不懂想知道的朋友发私信或者是在屏幕的下方留言。老韩兄弟的店铺呢已经开业了，在视频的下方点击了解更多，进入店铺直接购买。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就这个东西对，这一个客户拿过来的，让我给他看一下，给我鉴定一下这个东西。一个客户拿过来的对，卖的嘛，就是卖网嘛。我知道了，黄金哥，是等于说是你的客户给你拿过来。对。他这是在哪弄的？这个？他是祖传的。祖传的。祖传的。他跟你说是家传的。对，家传的嘛。他爷爷的爷爷那时候弄的。爷爷的爷爷，你知道这是啥不知道？黄金啊。我知道是黄金啊，这个看着可是玉玺级别的，这哪是过去的，这现在的。这现在的。你看，下面有3个洞，看到没？有洞。这是现在的硬金，只有这样的东西，知道吧？过去都是纯手工的，哪有这样的产品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那硬金是怎么个意思啊？硬金它就是空心的嘛，比较轻的那种。对，我给你称一下啊。看多重？96克嘛，96克。96克，那你给他多少钱弄过来的？多少钱？3万多块钱吧。3万多块钱。他等于说是按那个硬金的东西算给你的啊。3万多的还可以啊。本身它这个东西它是有一点点那个艺术品之类的。不过反正你这3万多收回来，你不怎么赚钱啊。不赚钱的都是朋友嘛，不赚钱没事。你主要是看它的真假。真假，这个看着不假。你看拖着重量有那么重，对吧？假倒是不会假，东西是真的。反正你这个东西咋说呢？有时候人家都说黄金哥你人比较实在嘛。这些东西就是还可以吧。行。你要是按照那种古董收藏的话，我觉得
有点太那个啥了。那就按照黄金卖了。对，只能按黄金去卖，只能按黄金去算，然后当个小玩意儿往家里一放呗，是不是？行，我以为是真的是古董呢。那不是古董，这要是古董可厉害了。好。再说过去的哪有这个东西啊，对吧？这现在的一个属于黄金的艺术品，硬金艺术品。好吧。行，那我知道了。哎，你好，小伙子。这是我家里祖传的翡翠，你帮我鉴定一下。啊，家里祖传的一块石头。哇塞，这块石头有个性啊！你看前面雕的花，雕的不错，后面它就是一块。你要是比如说这样拿着，它就是一块石头，对吧？这是你祖传的是吧？对，祖传的。在你家放多少年了？放了好久了。好久，估计有110年。有这个啊，拿过鬼专家鉴定过的，价值最起码200万以上。200万以上？对。谁给你鉴定的？某电视台。某电视台。对。大概多长时间了？个把月左右啊。啊，个把月左右。咦，专家给你说的？那专家年轻人还是年长的？年长的肯定是年长。有多大？有多大年龄？最起码50-60岁左右吧。50-60岁。他跟你说能卖到7位数。对。你今天拿过来是啥意思吧？直接说。你帮我再鉴定一下。再鉴定一下，对。啊，估一下价。对。在我眼里啊，说实话，这个石头的种水啊，这是翡翠，种水一般，没有种水，有色，你看有绿，有翡。但是你说达到几百万，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那是不可能的，可能也就几千块钱。你准备卖了它干嘛？结婚用的。啊，结婚用，啊，准备买房是吧？准备结婚的，那不行，你这，我这给你看了，也就大几千的东西，2-3千块钱，你出手不出？2-3千，你要是卖的话，我直接给你留下。你看几百万，说实话有点开玩笑了，有点天方夜谭。哎呀，这专家都估计200多万，你估那个价什么意思是吧？什么意思？对呀。不是，在我眼里它就是这个价格。你这样子，小伙子，你先拿着，你这7位数的东西我给你看不了。谁给？那不是说电视上有一个专家给你看的是7位数吗？对呀。你还去找他，好不好？可以啊。我不能影响你的心情，对不对？你毕竟你这个东西是要买房子的，对吧？结婚要买房子，我这说实话，我这地方太小了，你还是再转转吧，好吧？好，你再转转啊！哎呦我的妈！哎，你好，小伙子。哎，老板，你这边鉴定东西吗？鉴定。有样东西看一下啊。这个东西。对。你给我看一下是什么来的？这是一块翡翠啊。翡翠，对。在哪弄的？刚刚捡的。捡的？对。在哪里捡的？在那个垃圾堆里面。垃圾堆里面？对。你这运气也太好了，捡的一块翡翠，不得了啊！这是个小摆件。那它价值高吗？这估计最少也得500-600块钱吧。你这个东西下边应该还有个东西呢。那我把它卖给你啊。你卖给我？啊！你要卖给我？你卖给我？你这我不想要。你这说实话，你这是捡的，卖给我有可能能卖个几千呢，还，对吧？我只是给你说个大概嘛。那我着急用钱哦。着急用钱？没吃饭我还。没吃饭。对。那不行，这个东西小伙子我还真的不能要，因为这个东西我不确定你是不是捡的，你知道吧？你还拿走，好不好？拿走。你还拿走，但是呢，你没吃饭是吧？你没吃饭，我这里有10块钱，行不行？有10块钱，你拿着这10块钱，你先拿着去吃饭。那老板，这个玉给你的。玉给我。对。你别给我，这10块钱是让你吃饭的，你知道吧？不要，你不要的话，我这10块钱也不要了。那你还把这个拿走？不是，你不是好长时间没吃饭了吗？我的意思啥意思吧？10块钱你先拿着去吃饭。你不是白要，这个玉呢，我确定是不能要你的，你知道吧？我刚才说的500-600啊，只是一个简单的参考，说不定这块玉呢，它能值上好几千呢，对吧？这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约莫，好吧？小伙子，玉你还拿着。然后这个钱呢，你还拿着去吃饭，行不行？不好意思。没事，出门在外谁都有困难的时候，好不好？谢谢老板。不用客气啊。行。
可把我气坏了。啊，昨天分析了改口喊爸妈。俺婆婆改口红毛巾给我封个破姻缘，真费气。哎呀，看来你对姻缘不懂啊！这个是大清宣三龙阳，这可比那个红包有意义多了。但是我看你这笔面怎么怪怪的，这是咋回事？给我的时候我看着有点脏，回家用洁厕灵泡了一下。哦。我看上面只冒泡，我又用酒精给它消毒。我说咋变成这个样子了？原来这是你瞎折腾啊！这个其实姻缘笔面带那种原始包浆是好的，最起码给人的感觉是一眼开门。我说句不中听的话，这个本来一块好好的姻缘被你洗成这个样子，虽然说没有腐蚀到底板，但是对于姻缘本身啊，它就折价了。本身也就不值啥钱，你说能折什么价？我之所以洗，就是检验一下真假，总感觉是假的。假是不可能假的，你想想，那婆婆咋可能会送你假币嘞？其实无论啥样的姻缘啊，最忌讳的就是清洗，尤其是洁厕灵、酒精，它们的腐蚀性啊都比较强。不过你这个还好，应该是泡的时间不长，不然底板啊就会有一定腐蚀嘞。我当时一看冒泡了，就直接拿出来了。不是我这个人事多，我之所以生气，就是气我婆婆。哪怕给我封1000，也比这个强。我说句实话，还真不如你这个姻缘强，只不过是你不懂罢了。婚礼上一般封改口费啊，那都是随心意给的，属于个人行为，你还真不能强求。既来之则安之，你这个大金宣山品相还不错，最起码你看这笔面无伤无戳。我非议你是不是认识我婆婆呀？不认识。怎么我说什么你都持非议态度呢？你这是分明在和我作对。哎，主要是你太年轻，有这种叛逆的心理啊，可以理解。我和那婆婆真不认识，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啊，看到你们这一家人存在误会啊，真心希望你们能够走出这种负面情绪。不是我和你作对，也并没有针锋相对什么，因为你这个大清，哎，整体确实不错。那咱俩也别废话了，废话别多说，你就帮我看看能值几个钱嘛。哎呀，如果价钱便宜了，我得给我婆婆不愿意去。恐怕今天你这脾气发不了了。相反，听到价格后啊，对那婆婆也得另眼相看了。据我所知啊，这个结婚当天，婆婆给儿媳封改口费一事，她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这个意思就是对儿媳妇的肯定。普通人家大多都是200、500、800、1000的，很常见。咱就基本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这个心态就行了。而那婆婆给你封这个大清宣山，虽然说被你误打误撞洗过了，但是笔面这还是开门的，因为假币啊，无论压力还是它这个边齿，它都没有你这个看着舒服。虽然说你犯了大忌给清洗了，好在这个笔面没有腐蚀，这是一个好事情。然后你这个是宣山里边的深板龙，也是常见的一个板。从龙鳞刺口看起来，以前确实流通过，但是笔面无伤无戳，好歹也是龙阳山干剑客里边的。即使给你按通过来算的话，现在怎么着也得5000左右了吧？5000？对。你没搞错吧？没有。我感觉我是真的，无非也就是500块钱呗。这么点银子咋能值这么多钱呢？那个银子肯定是不值钱，但是姻缘就不一样了。你像家里边随便拿出来一块冤大头，那即使品相不好了，现在都好几百了，有些带板的价更高。而你呢，这好歹是一块龙阳，而且晚清那宣统年发行的，数量固定也就那么多，价格肯定得几千块钱啊。那你这样说的话，那都怪我了。那是，我还以为我婆婆看不起我嘞。谁知道竟然这么值钱呀？归根结底还是你不懂。想着这一块姻缘无非也就20多颗银子，有时候再跟其他人做一下对比，感觉自己不被重视，所以才会造成心理上的落差。不过经此鉴定估价，这些不常见的姻缘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解开误会，这些东西越放越值钱，拿回去好好的收藏吧。是嘞，你说的对，真是太谢谢你了。不用客气，不用客气。今天一个顾客在路上捡到了一个钻石戒指，没错，就是他递给我的这个戒指。拿在手里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有可能捡到的是假的，因为重量很轻哈。凭借经验习惯性的问他在哪里弄的，
他就开始说自己多少钱买的，看看现在能值多少钱。我去，典型的在套我话呀，是让我给鉴定真假来了。我说这可能是个假的，话音刚落地，嗖的一下给我拿回去了，果断的告诉我，你可别唬我，我这可是钻石的，很新的，几乎都没有怎么戴过，确实很新。这个戒指应该是才做出来的，很有可能是哪个小姑娘不小心弄丢的。看她这么不信任我，我说真假都不是我的，真的就是真的，假的也真不了。我为什么要骗你呢？对呀，你没必要骗我。说吧，要多少钱的鉴定费用？实话实说，这个是我在路上捡的。我感觉现在你们这些老板不给你们一点好处费，你们还真不说实话。听完他的这些话，看来他真的把我当成不给钱不说实话的人了。我晕，怎么好心当成驴肝肺了？实话实说，也打消不了他的顾虑了。我说，如果是真的钻石，这个戒托肯定是 K 金或者是白金。你看这个戒托什么标志都没有，而且圈口还是这样的设计，摆明就是白铜的。还有这个所谓的钻石，没有任何的火彩，清一色的发白，分明就是玻璃，往好一点说就是锆石的，压根儿就不像钻石。我耐心的给他解释着，成没想他又一次的给我夺了过去，站在那里一整了好一会儿。我觉得我这次又破坏了别人的好梦，说不定他把捡到的这个戒指看得很重，或许感觉着一定能值多少钱呢。好吧，既然你这样说，我就相信你了。你说不要鉴定费的，这真的是我捡的，不管是不是钻石，我都不会当着你的面扔掉的。晕，看来他还是有防于我。我安慰他说，是不是真的，你再找人看看呗。他也感觉我说的有道理，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倒是觉得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钻石等着我们去捡呢？大家觉得呢？你好，这是拿的什么呀？这是看啊，我看这个是翡翠的，这是手工雕的呀，在哪弄的？缅甸。哦，缅甸弄过来的。当时弄这个花了多少钱？啊，3万。放多少年了这？5年了。5年。今天拿过来意思是想变现吗？估个价。哦，估价。我先看一看吧，这个做工不错，人工雕的，在家里当摆件儿，你放着呗，那么好的料子是不是？你干嘛拿出来要卖掉呢？没说卖。哦，没说卖，就是让我估一下价，是吧？哇，想知道现在行情呢值多少？啊，现在行情值多少？我给你出一个价吧，我觉得吧，这个东西啊，这个就1巴掌，对，1巴掌。就这点，银行的话5年也不止吧？那你不能和银行比啊！这些东西，说实话，只有识货的人才来淘啊，对吧？你看我有绿，你看我当时就看了，有绿的，有黄翡的，黄翡招财呀。对呀，对呀，所以说这是一块好料子，做工也不错。你不然的话，说实话，我给你出这个料很大。那你是不是？那对，确实很大，啊，看你能不能接受吧？你说。就那么多，我说实话，给你出的也不少了。咱们开门做生意的不就是这吗？也要翻个翻吧。哦，翻一翻。这我觉得这翻一翻有点小高啊，有点小高。你看现在的全部的都是那个牌子啊，翻了不止几番了。那没办法，这样子我只能给你这个数。说实话，我给你的也是非常实在的价格。你感觉行你就留下，不行你还拿走，好不好？我再看看。行，那你再看看吧。哎呦我的妈！就这一双老鞋，你千万不要小看了它。我妈今年都40-50岁了，她小的时候就有了，放家里也是几10年了，感觉没有啥用。今天拿过来换只手镯戴。一位20来岁的女子兴致勃勃地说着。我接过这双鞋一看，在计算器上打出回收价。女子说：“老板，你想啥呢？我要换的是金手镯。”就在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店里人也不是太多，我一个人坐在茶台喝着茶。一位20多岁的女子来到店里，说自己家里有一双老鞋要卖，意思问我可感兴趣。听到老鞋这2个字，当时也是非常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只见女子从兜里把这双鞋拿了出来，我接过来一看，还真的是一双老鞋，纯木制成的，一双鞋连在一起，中间有一个窟窿，应该是穿绳子之类的。看着磨损的程度，确实是老货。像这样的一双鞋，在过去都是家里的摆设，
我们普通人家用的都有，一般都是挂到墙上，谐音就是有辟邪之说。听我说着对这双鞋的描述，女子也是连连点头，说我说的没错，这个东西是自己家传下来的东西，自己老妈小的时候都有了，一直到现在也是没有腐朽，足以说明木质非常上等，在过去是属于那种稀有的品种，不然也不会到今天依然很坚固。直接快言快语让我估价。听完女子的陈述，说实话，这双鞋确实是老的，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至于估价之说，就是不知道她有什么想法。女子也是一个直性子，直接就是说自己要拿出来换一只手镯戴戴。我直接说换一只银手镯绝对没问题。没想到女子直接打断我的话，说银手镯算什么？我要的可是金手镯。她这句话一说出口，说实话，当时我也是不再说话，保持沉默，直接把鞋子递给了她，说这个东西太过贵重，我们这里庙小供奉不了。女子仿佛也是听出来我的言外之意了，说既然换不了就算了，我家感觉没用的东西，多少还是值点钱的。说完悠哉悠哉的走了。最后来做一下总结，像女子拿来的这双老鞋，也算是过去普通人家的小众物件，虽说时间上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但是实质上还是很廉价的，换只银手镯算是绰绰有余，但是想忘金手镯难度也就太高了，毕竟黄金都是有价钱的，谁会傻到去给他换呢？大家觉得呢？啊，就这个东西啊，对，这一个客户啊，拿过来让我给他看一下，一个鉴定一下这个东西。一个客户拿过来的啊，对，卖的嘛，就是卖嘛。我知道了，黄金哥，是等于说是你的客户给你拿过来。对。他这是在哪弄的？这个？他是祖传的。祖传的。祖传的。他跟你说是家传的。对，家传的嘛。他爷爷的爷爷那时候弄的。啊，爷爷的爷爷，你知道这是啥不知道？黄金啊。我知道是黄金啊，这个看着可是玉玺级别的，这哪是过去的，这现在的。这现在的。你看，下面有3个洞，看到没？有洞。这是现在的硬金，只有这样的东西，知道吧？过去都是纯手工的，哪有这样的产品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东西。那硬金是怎么个意思啊？硬金它就是空心的嘛，比较轻的那种。对，我给你称一下啊。看多重？96克嘛，96克。96克，那你给他多少钱弄过来的？多少钱啊？3万多块钱吧。3万多块钱啊。他等于说是按那个硬金的东西算给你的啊。3万多的还可以啊。本身它这个东西它是有一点点那个艺术品之类的。不过反正你这3万多收回来，你不怎么赚钱啊。不赚钱的都是朋友嘛，不赚钱没事，你主要是看它是真假。真假，这个看着不假，你看拖着重量有那么重，对吧？假倒是不会假，东西是真的。反正你这个东西咋说呢？有时候人家都说黄金哥你人比较实在嘛，你这些东西就是还可以吧，行，你要是按照那种古董收藏的话，我觉得有点太那个啥了。那就按照黄金卖了。对，只能按黄金去卖，只能按黄金去算，当个小玩意儿往家里一放呗，是不是？行，我以为是真的是古董呢。那不是古董，这要是古董可厉害了。好。再说过去的哪有这个东西啊，对吧？这现在的一个属于黄金的艺术品，硬金艺术品。好吧。行，那我知道了。老板，来3个银的，我来3个人银子，你先让你开开眼。确实有40-50斤。是俺家做着的，俺家得有300-400斤了。300-400斤？对，这个都过来让你长长见识。好家伙嘞，让我长长见识。哎呀，你这是准备那啥过来？准备叫你看看，叫你长长见识。这二都是想卖到它，买到房，这样都给你长长见识。这个都是20纹嘞龙器，这看个样子这都洗过了呀，这你在家里洗了啊？这都是原来可弄下来的老东西，估计可能是俺爸妈洗了吧，我不知道，我也不太懂，平常没有关注过这些东西。20纹的龙合器，还挺不少嘞。俺家是差不多。哎呀，有40斤，有40斤的话，因为这20纹的铜器的话，40斤最低的2000个，2000个朝上。
看看这一袋子吧，我能不能倒出来？可以，没事，可以啊，你随便看。哦，这一袋子都是日本钱了。看来这东西在恁家，这过去恁家也祖上也是做外贸了吧？这我不太知道。啥钱都有。我也没有问过，但是俺家这因为可多，从小都是见怪不怪的，我也没有问这咋来的，反正都一直都给家里搁着了。哦，挺多了，确实挺多。哦，这只是拿出来一部分。对，这都一点点，这不是我拎得太沉了，我都往上拎，随便拎了点。这个马上要结婚了，想见老公长长见识，未来老公叫他长长见识，看看俺家的实力，想叫这买套房，叫他看看。哦，叫这卖了，准备买房。让恁老公见识见识你们家的实力。对。哎，确实你们家实力确实不小。该以后结老公了，以后看不起我、欺负我怎么办啊？哦，我明白了，总共就那么多东西是吧？就这么多品类是这意思吧？还有好几十种呢，我都没有拿过来玩，我就今个就拿到这几种，先让你看看。哦，这东西都没问题，都是一眼开门，包括这半眼龙，这有10来块半眼龙，然后我看这是10纹的龙和旗。哎呀，你这品类确实多，东西都没问题。你看这10纹的龙旗，品相还都不错。咋说嘞？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就是你想买房，靠这些东西想买房，我感觉很难。像这些，尤其是这日本钱，知道吧？这种钱啊太多了，而且现在咋说哎，只能按斤算。买不了吗？便宜，这一个才花2块钱左右，2、3块钱左右，你算算这大概也有1000多个，才几千块钱。包括这个铜板的话，40斤都按2000个算的话，对吧？你这也都1万把块钱，这全部所有东西也都1万多点。那没事，那有多少都先卖了，俺家还有嘞。啊，家里边还有。对，多啊，别的事我跟你说，几百斤那都是保证不易，我都是就是凭感觉，具体可能性更多。那是你回去啊，我建议你找一下那种稍微大个一点的银元，大个一点带龙的，那稍微值点钱。就是像袁大头那么大那种大小了是吧？哎，对，如果说你家里边有300-400斤铜板的话，说实话也能卖点钱，但是没有银元卖钱多。啊，你说的那我不懂，但是我见了也不多。那等下一回吧，等下一回我拿过来。那可以，咱呢这些我先给你算算。中，你算算吧，算算卖了吧，因为我再垫回去还太沉。那确实来回挺麻烦的。对，太麻烦了，卖了吧。啊，就是我给你简单的粗略的估计一下，可能也就1万多块钱。没事没事啊，这我跟你说，这你让恁男朋友看咱家的实力，反正有点那了，有点小气了啊。没事，俺家还多着嘞。反正这个实力是一定得让他见过。好。这坛子咱可不要啊。坛子你不要，这坛子正好往这摆4年，你咋不要坛子？不要。你不要我删了，你不要。哎，别删，你最好它这个物件留着呗，我腌个蒜弄个啥东西。咦，早都不腌蒜了，主要里面有一块宝贝，你知道吧？你看见没有？这个二爷跟美国打电话跟俺说，他老这样一块宝贝叫我来找了，我看都给他谈里头嘞。哦，拿出来。哎，对，他说这一块是金币，要不是哎对，要不是俺儿结婚，我都不准备拿出来。你看。咦，好家伙嘞！还真是黄烂烂的嘞，是的吧？那二爷给你留下来了。对呀，二爷跟美国的打电话跟我说来着。在美国。对。遥控指挥说有一块金币。对，就他老这儿，你看。他说能值多少钱吗？他说能值多少钱？能值个几十万，够二买房子嘞。好，那我再仔细看看你这块银元。没想到这个奉天龟毛啊会造金币，因为奉天那个地方就是现在的辽宁，在清朝那可是龙兴之地，也就是皇帝的老家。我们经常听到了一句话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的。这个经常跟电视上经常听说。对，这个奉天就是你银元上面的这个奉天是一个地方，因为奉天这个地方基本上也算是风靡起来了吧。当时的经济并不是太好，大多当地的老百姓啊用的最多的是铜板银号。当时奉天集义局成立的时候，做了一部分无纪年的奉天一元和这个有纪年的一元，这块就是属于有纪年。你看奉天龟毛啊，就是1903年，当时一批也就做出来很少一部分，能拿出手的也就那么几十块。现在皮盒有分的呀，可能也就几块而已。最近一次拍卖会上，奉天龟毛1两拍到了3000多万的价格。那龟毛？对呀，
这个价格就足以说明这个丰田龟毛这个系列啊，在银元界里才真正的是扛把子。因为丰田龟毛啊是玩银元的最高境界，我对它也颇有研究。除了这个无纪年发行了1元、中元，包括2角、1角之外，这个有纪年就发行了2个版本啊，一个是片状龙和点状龙，就是龙鳞这里有文章，而我手里拿来的这个是片状龙。你看它的这个龙鳞一片一片的，包括上面的这个英文字母，还有这个生字，包括这个龟字，和那个点状龙有很大区别。因为这个丰田龟毛银元啊比较贵重，我们有很多人啊甚至一辈子都不可能见到真币，所以也没有办法拿到实物给你来做对比。而你拿出来的这枚呢比较特殊，说它是金币吧，它又不是黄金。大家都知道这个黄金啊它不会氧化，反而仔细看啊，你这个壁面你仔细看看，有很多地方都已经脱色了，这放了时间长了啊。你就是放了再时间长，黄金它也不会氧化。说它是铜板吧，你看它上面写着有酷评7002分。为什么说它是铜板呢？说实话，它的这个颜色接近当时丰田龟毛发行的那个10文的铜板。你可不要小看那个丰田龟毛的那个铜板，当时只铸造了一部分，存世量极少。一个小小的铜板现在最低也能卖到1万多，有的甚至能卖10几万，就一个铜板。哎，你想想吧，那我这金币更值钱，铜板值钱多了。二爷不会骗我嘞。那对啊，那说明那二爷对你好。如果是金币，那肯定是比铜板要少之又少，应该是属于失主币范围了。咋说啊？反正是比较稀少吧，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就比较尴尬了。你看做出来的是银元的模样，材质不是黄金，又不是最不起眼的铜板，只能说它是生不逢时。那二爷虽然说人在美国，对，他有钱了很，他不给我留家来嘞。但是给你们留下了一块东西啊，我感觉这地摊上到处都是。你说着我不信。你要不你再给他打一个原样电话，给他确认一下。你要不你还给他放进来，这俺要不了。咦，那你要不了，我还给打电话问他。那你再打电话问他吧。大家好，最近有朋友给我留言，让我来讲一讲70、80年代的手表收藏市场的价值，在收藏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提起过去那个年代的3转1响4大件，排在第1位的就是手表。那个时候的手表都是按票供应的，能戴上一块手表倍儿有面子。现在我们走在大街上，能看到上了年纪的老大爷、老大妈，他们手臂上有的没有首饰，手表绝对会有一块的，因为他们都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佼佼者。随着时光的流逝，曾经很难买到的手表，现在满大街卖的都是。但是以前生产的那些老51、东风表，现在都成了稀罕物。在收藏市场上，物以稀为贵，所以像70、80年代的手表收藏很是火热。在很多收藏者的心中这块手表也是以前那个年代的生活记忆，所以以前70、80年代的手表现在收藏价值还是很高的。当然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收藏手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问题。首先，各种手表厂的试制品，由于是试制品，数量很少，在收藏市场就显得特别宝贵了。还有就是各个老牌子第一批次生产的手表，最主要就是存世量少，深受收藏者的喜爱。还有就是军用表，在那个年代，军表属于专供、特供，质量好，性能优越，精密度高，这个也一直是收藏者梦寐以求的手表。当然，我们有很多朋友的家里老一辈儿戴的以前的手表也很宝贵，千万不要因为年久失修而扔掉。我还是建议大家好好的保存起来，在不久的将来绝对会让您感受到收藏的魅力。
好，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里。喜欢老韩大哥视频的朋友，记得加一下关注。有什么关于收藏方面不懂，想知道的朋友发私信，或者是在屏幕的下方留言。老韩兄弟的店铺呢已经开业了，在视频的下方点击了解更多，进入店铺直接购买。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再见。